是2022年3月20日，我们进入美股个股技术快评。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说明一下，今天呢，我们的视频采用的是白色的底色，然后呢，我们变换成了绿涨红跌的一个设置。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快评。那首先我们来看苹果股票 AAPL。那苹果股票我们会看到，在3月18日周五生成的是一个上涨的 K 线。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这个站上了20日均线值。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它也超过了在3月9日这个 K 线上涨 K 线的最高，屏幕的右上方是最高是 163.41。对，那我们再看下方，它也在当日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那这些技术信号都预示着股价将继续会上涨。那如果它上涨，那么接下来它的目标我们认为是在 168.91， 也就是在3月3日的这个下跌的 K 线的最高，那也就是 168.91。 对，它下一个目标是要站上这个前高。那当然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位置3月21日开盘之后，在这个位置还会新生成一个60日均线值，应该也是在这个高点的价位的附近。对，那也就是这是它下一个目标。那么如果股价发生了回调，那我们认为也应该是出现一个较3月18日更高的高点之后，然后才能够回调。那如果股价回调呢，我们认为在 157.1363 这个位置是一个支撑。对，我们会看到是自3月15日、16日、17日连续3天上涨红 K 的最后一个红 K 的最低。对，屏幕的右上方最低是 157.63。那也就是股价如果发生回调，这一点将是一个强支撑。那现在呢，我们可以把下方的这个水平线上移。对，我们把它上移到这个 157.63 这个位置。好，那么对，这是苹果股票后续走势我们的一个叫做分析吧。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苹果股票的一个趋势。那我们认为现在苹果股票，如果我们把图缩小，我们还会看到它依然会在一个头低底低这么一个下行的通道内。对，那包括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也设置了一个上颈线，也就是短期的这个比较陡的一个下跌。对，那么目前它还处在一个下行的通道，但是我们会看到，自这个3月14日出现新低以来，我们会看到3月18日收盘，我们会看到这个价位超过了前面一个上涨 K 线的最高。那实际上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一个至少是一个止跌的信号。那如果股价再回调，将会建立一个底低。如果回调之后再上涨，那将会出现头高。我们认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确认苹果的股票建立了多头。所以目前我们还将这个苹果股票看作是一个空头的趋势。好，下一只股票FB， 我们会看到在3月18日它的收盘也是站上了前高，下方抱有大的成交量。当然这样的指标都预示着股价会上涨。那我们会看到它收盘站上的前高，我们指的是我们向回看，
在2月28日的这个最高，屏幕的右上方是213.15，对，这是一个上涨的 K 线，也就是说，那我们看到它站上了这样一个前高，对，那么它的下一个目标，我们认为将是上方的这个缺口，对，或者说，如果我们保守的说，应该至少是在235这个位置。235这个位置呢，我们会看到是在这个2月10日的这个下跌的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35。那至少我们认为它的目标应该是在这里。那么我们认为呢，这样一个连续小的上涨的 K 线的出现呢，有可能如果出现回调，有可能首先出现一个比较长的 K 线，一个上涨的比较长的 K 线，然后再出现回调。好，这是 FB， 我们看下一只股票 AMZN， 对，亚马逊，那亚马逊我们会看到，在3月18日，它完成了一个目标，也就是我们在前一日画出的这个标志线，也就是2月17日的这个最高3206这个位置。对，那么我们也看到，连续出现红 K，然后我们会看到是量增的一个现象。那么后续股价应该是继续上涨。如果后续继续上涨呢，它的目标一定是我们会看到在2月9日的这个前高3276.69。对，当然我们会看到，它和120日均线值应该也是在这个附近。所以如果股价出现回调呢，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这个遇到上方的阻力之后回调，但是更大的一个叫做可能呢，我们认为它可能会创出一个新高，也就是在3276的上方之后，然后出现回调，应该是遇到上方的这个年线3318这个位置，对，然后出现回调。那么下方的支撑啊，我们会看到5均将是它的一个强支撑。那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在连续出现上涨的 K 线的过程当中啊，很可能会有进场的多头。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期间有进场的多头呢，我们可以守5均。对，好，我们看下一只股票 AMD。那 AMD， 对，我们看到在3月17日，我们会看到它出现的是一个变盘的一个信号 K 线。对，那么我们当时的预测呢，股价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盘整。那我们会看到在3月18日啊，这个股价是上方遇到了这条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头低这样出来的一个辅助线。对，上方最高是遇到了这个辅助线，那下方我们会看到5均成为了一个支撑。那也就是说，它是在我们之前对说过的，可能将会在这样一个三角区进行盘整。那么它的股价呢，在3月18日就是经线之下5均之上，收了一个平盘的这么一个 K 线。对，那么说明上方是有压的，而且我们从长长的上影线也可以看出啊，上方对是有很大的一个压力的。对，那么后续呢，我们认为 AMD 这个股价有可能会继续横盘，因为依照现在大盘的这么一个强势反弹，甚至是上涨的一个趋势啊，那可能 AMD 啊，它不会出现一个大的下跌。那从现在盘整的一个表现呢，
我们认为它有可能上涨是有很大的一个压力的，所以它有可能会继续，我们认为会继续在这个区域盘整。也就是说，通过1-2个交易日的盘整之后呢，那么把股价带离到这个下行的通道的这个趋势，对，也就是在这个上经线的上方。这个时候呢，股价有可能会选择再去向上。那同时，现在我们会看一下目前 AMD 的现形啊，我们前几期视频已经说过了，它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多头。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边一个是最低，那最低，然后在这儿出现了第2个低点，底已经是高了，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头，那头高，底高，那实际上我们说它的多头已经建立了。对，那这样一来呢，实际上我们在前一期视频也定义了这么一个水平线。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水平线是2个上涨 K 线的50%这个位置，也就是这2个上涨的50%的平均成本线。对，那它可能将作为股价后续如果回调下方的一个强支撑。对，当然我们会看到下方还有10均。包括我们的年线都在下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支撑。所以目前我们认为 AMD 这个股票呢，它的目标还是要突破上经线。对，那突破上经线呢，我们说了有2个渠道，一个是我们可以选择上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选择盘整。对。然后把股价带出这个下行的一个通道。好，这是 AMD， 我们看下一只股票。NVDA， 英伟达，英伟达在3月18日收了一个上涨的长 K 线，对。那我们会看到这个上涨的长的 K 线啊，它的收盘我们会看到站上了这个2月17日的最高。对，我们把这个线变成深一点的颜色，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对，那也就是说，它吃掉了自2月17日以来的一个下跌的这么一个长的下跌的一个 K 线，对，并且我们会看到它站上了上方的这个各条均线值，那么对，那后续股价如果继续上涨，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就是2月10日的这个最高269.2，对，好，那这样一来啊，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水平线去掉，好，那我们会看，对，那下一个目标是它的前高，那下方的支撑呢，我们会看到5均将是股价后续的一个强支撑，对，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对，还有一个点，也就是在239，我们在这儿画一条水平线。这个水平线我们的定义是在对3个红 K 上涨之后的最后一个红 K 的最低，对，是在屏幕的右上方是239.06，那它将是如果股价后续出现回调，首先是5均是一个支撑，那接下来这个239也将是一个强支撑，好，那后续呢，我们认为在3月21日开盘之后，那如果股价不能够出现一个上涨，那很可能会出现回调。对，好，下一只股票，富国银行。富国银行，
我们会看到在3月18日，我们会看到在3月18日，它生成的是一个我们叫做吊人线，实际上在3月17日生成的也是一个吊人线。那这样呢，在相对我们会看到股价回升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的位置啊，如果连续出现这样一个带长长下影线的小的实体呢，对，我们认为同时下方抱有大的量，我们认为有可能是一种出货的表现，对，主力出货的表现。那这样一来，我们特别要关注3月21日开盘之后，如果在3月21日开盘之后啊，是开低走低，或者说是开高走低，那么这样一来呢，股价可能会很容易向下。那如果这样的现象发生啊，证明我们在3月18日看到的这个抱有大的成交量，这一定是主力在出货。那我们的判断呢？对，我们会看到这是2条水平线，我们依然把它的颜色变得深一些，对，这样会清楚一些。好，那么这2条线我们回顾一下，是3月1日的这个下跌的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对，当时我们预计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盘整。对，好，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股价依然是踩在这条线的下方，那我们认为股价也有可能会进行一个水平的盘整。对，好，这是富国银行。我们再来看一只股票 PYPL PayPal。那 PayPal 我们可以看到呢，在3月18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它的收盘过了前高，这个前高我们指的是大家会看到在2月28日这有一个上涨的 K 线的最高，屏幕的右上方是最高是 113.535， 对，那它的收盘过了这样的一个前高，这是对，包括下方我们也看到它也有非常大的一个成交量，是个量增的一个表现。那这样的技术指标啊，都预示着股价后续应该还会上涨。对，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向前看，我们看一下3月16号这个 K 线。那其实在3月16号开始啊，这个 PayPal 的趋势已经是一个多头的趋势了。我们再向前回顾，在3月8日出现了一个新低，对， 92.25。 好，我们来看到3月14日又出现了一个低点，那这个低点一定是相对于3月9日的这个高点来说的，也就是在3月8日之后出现了上涨，然后股价出现了一个回调，到3月14日又踩在一个低点上，而这个低点最低是 94.63， 那低点高于前低，出现了底高。好，那么到了3月16日，我们会发现它的收盘或者说是最高，相对于3月9日出现了头高。那也就是说，自3月16日以来PayPal 已经是一个多头。那既然是多头，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继续上涨，对，那么我们也会看到现在下方的这个均线也是排列的非常整齐。当然，我们要等待这个10日均线上穿这个20日均线。那对于 PayPal 呢，我们从现在的线型看后续我们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个长的上涨的 K 线。那也就是说呢，它也有可能像这样的一个小的上涨的 K 线，那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碎步上涨。那碎步上涨到后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长的
K 线上涨的 K 线，然后出现股价的一个回调。对，所以我们认为可能在3月21日呢，它的目标应该可能是上方的这个缺口的下沿，那是139.9。那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个地方当日新生成的60日均线值可能也会重合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有可能3月21日会出现一个长的上涨的 K 线。对，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如果股价出现了回调，下方的支撑我们会定义在3月17日的这个最低106.47。我们来画一条水平线作为后续的分析的一个回忆。好，对，好，以上呢是我们对这7只股票的技术快评，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